乌军在巴赫施特的失利很可能会导致乌军的全面溃败。这个时候的乌军呢，我们仔细看一看，它真的有点像当年咱们解放战争3大战役期间的国民党军队这个大势已去。当然了，事情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便说现在乌军像国民党的军队，那俄军它也不是咱们当年的解放军啊。当年咱们解放军啊，那个是势在必得，大势所趋，而且势如破竹啊。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俄乌的这个冲突发展到现在啊，乌克兰这边呢，它面临着4个大的变数。第一个呢，就是外部军事力量产生的巨大的军事上的压力，以及乌克兰这个在军事上的失利。其中这个巴赫穆特在这个地方的战况，乌克兰非常的被动啊，这地方呢基本上是被俄军给啃下来了，而且在乌南地区啊，乌克兰军队的这个势头也非常的不妙。但更重要的是呀，第2个大危机就是乌克兰内部的财政是一定出问题了，而且它内部的争斗，包括腐败问题也都会出来。你看啊，拜登突然去访问了这个基辅啊，他去了之后没多久，拜登的这个财长叶伦又跑去了。你按道理说，这2个人去有什么必然关系吗？叶伦去那就是送钱去了。一下就拿了10几亿，因为这个拜登他去的时候给了5亿嘛，明显不够，又得给这个15亿，这就说明啊，乌克兰内部啊这个财政上非常的吃紧。第3一大变数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是这个欧洲正在起微妙的变化。实际上啊，欧洲里边特别是老欧洲国家呀，你像法国呀、德国呀、意大利这些老欧洲国家，他当然是不希望这场仗打下去的呀。而且在俄乌冲突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从中斡旋，但是他们的力量怎么可能去压得住美国呢？而且作为这个马克龙，包括现在德国的总理舒尔茨，那比起这个默克尔那是嫩太多了。无论是个人影响力还是他的政治手腕，那都比不过这个老一代的这个政治家，所以他现在也没有办法。但是呢，现在俄乌冲突持续到现在，各种事情都开始在发酵，欧洲这边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也会对俄乌冲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就看是来自于美国内部的这个变数。你看啊，美国这边是拜登政府，那肯定是要支持乌克兰，你打一定要给我打下去，这个代理人热战要打下去。但问题是，美国内部的党争也非常的厉害啊。现在美国内部的共和党这边呢，意见是基本上统一在一起的，那就是说反对拜登现在这种无条件大力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做法啊。倒不是说共和党不搞这个代理人战争，但是你这么个玩法不行，而且你支持的这个乌克兰他是顶不住了，他要顶不住，我们美国该怎么办？你想想啊，当年我们解放战争的时候，那国民党军队背后不也是美国大力支持吗？但是你3大战役打完之后啊，不用3大战役打完，这3大战役一开始，那这个美国就发现了，这国民党不行了，这个军队它撑不住了，而且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啊，它的这个中央军和它地方军之间自己要把持一个山头的这种矛盾根本没法去解，而且国民党的内部呢是非常的腐败，和现在的乌克兰这边非常的像。那在这种情况怎么想？那怎么管？作为美国来讲，我也管不了你。那就得换一种方式去干吧，啊，我也没法支持你。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今天又会转手？由于美国内部的这种争斗和美国内部的分歧，再看到乌克兰的形势不妙的话，他会不会转手啊？对乌克兰这边他撤出一定的支持，拜登政府做出一些让步呢？这事儿都说不准。这4大危机就是乌克兰面对的实实在在的危机，所以美国呢，当然是需要一场代理人的热战，这对他去钳制俄罗斯、去消耗俄罗斯非常的有利。但与此同时，这种热战如果对美国的利益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符合美国的内部党争的需求，会让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冲击的时候，那它可以转变一种模式呀。它可以让它进入到一个长期的冷战式的这种冲突，这个美国也有可能。但是这么一变化的话，那乌克兰这边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局。